先给你讲个故事，再分享干货。秦朝末年的深秋，巨鹿城外的原野上弥漫着血腥与焦土的气味。楚军大营里的项籍，后世称为项羽的年轻人，正盯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秦军标记。他刚满25岁，身材魁梧，眉宇间刻着桀骜不驯的纹路。几天前，他亲手斩杀了犹豫不决的上将军宋义，接管了楚军指挥权。此刻，营帐外风声呜咽，仿佛无数亡魂在哭泣。士兵们窃窃私语，说秦将章邯的20万大军像铁桶般围住了巨鹿，诸侯援军缩在壁垒里不敢出头，项羽却冷笑一声，抓起酒坛灌了一大口。他想起小时候见秦始皇巡游，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的狂言，叔父项梁吓得捂住他的嘴。现在项梁早已战死，项羽肩头压着复楚灭秦的重担，他猛地摔碎酒坛，吼道：破釜沉舟，今日不胜，便死在这里。黎明时分，楚军渡过漳河，项羽命令砸毁所有炊具，沉没所有渡船，每人只带3天干粮。士兵们面面相觑，脸上写满恐惧。项羽跃上战马，举起长戟指向秦军阵营。阳光下，他的铠甲闪着寒光，像一头扑食的猛虎。楚军如潮水般冲向秦军防线，厮杀声震天动地。项羽一马当先，长戟所过之处血肉横飞。他杀红了眼，连斩秦军3员大将。诸侯军在壁垒上看得目瞪口呆，有人颤抖着说：这哪是人，分明是战神下凡。9场血战后，秦军崩溃了，章邯率残部投降，巨鹿之围解除。项羽站在尸山血海中，诸侯将领跪地西行而入，不敢抬头看他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真是天命所归，胜利像野火般蔓延。项羽率军西进，一路势如破竹。他封自己为西楚霸王，分封18路诸侯。咸阳宫中，他烧了阿房宫，抢了财宝美女。有人劝他定都关中，他嗤之以鼻。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袖夜行。他带着虞姬和战利品返回彭城，每天宴饮歌舞。诸侯开始叛乱，他懒得理会，觉得不过是蝼蚁撼树。直到刘邦出汉中，吞并3秦，项羽才勉强出兵。彭城之战，他以3万精兵击溃刘邦56万大军，把汉军逼得跳进睢水逃亡。项羽更加确信，天下没人能挡住他的锋芒，但裂缝早已出现。项羽任性猜忌，气走了范增，他屠城杀降，失了民心，他封赏不公，诸侯离心。刘邦却像野草般顽强，败了又起，联合韩信、彭越织成一张大网。垓下之夜，寒风刺骨，楚军被重重包围。帐篷里，项羽听着四面传来的楚歌，心如刀绞。他对着虞姬唱起悲歌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虞姬泪流满面，拔剑自刎。项羽带着800骑突围，逃到乌江边，江风凛冽，他浑身是伤。乌江亭长驾船来接，劝他回江东重整旗鼓。项羽望着对岸的故土，突然仰天大笑：天要亡我，我渡江何用？当年8000子弟随我过江，今无一人还。他下马步战，又杀数百汉军，最后用剑割断了自己的喉咙。江水流红，夕阳西沉，一代霸王就这样烟消云散。最毒的陷阱往往是披着幸运的外衣。项羽至死都没想明白，巨鹿之战不是他可以复刻的成功模板，而是他失败的开始。他把绝境中的侥幸当成了可以复制的经验，把特定时刻的偶然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。
这就像那个守在树桩旁的农夫，偶然捡到一只撞死的兔子，就以为找到了发家致富的秘诀。太多人把一次偶然的成功，一次侥幸的过关，就深信自己掌握了成功的规律。殊不知，命运的馈赠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你以为的康庄大道，可能正通向万丈深渊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幸存者偏差。二战时，美军研究如何加固战机，他们检查返航战机上的弹孔分布，发现机翼弹孔最密集，于是有人建议加固机翼，但统计学家亚伯拉罕·瓦尔德却说，应该加固的是驾驶舱和发动机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你们只看到了安全返航的飞机，那些被击中驾驶舱和发动机的根本没能飞回来。项羽就是那架侥幸返航的战机。巨鹿之战中，有多少像他一样勇猛的将领战死沙场？我们只记住了项羽，因为他是幸存者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功学案例、商业神话、网红传奇，都是安全返航的战机。我们研究他们的经验，模仿他们的套路，却忽视无数用同样方法却失败的人，早已消失在视野之外。你把马云凌晨4点的加班当作成功秘诀，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样熬夜工作，最终进了医院。你把马斯克的特立独行奉为圭臬，却看不见无数模仿者在破产边缘挣扎。你刷着短视频里3个月赚100万的教程，却没意识到那些失败者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。这就是幸存者偏差。最可怕的是，它让你把偶然当必然，把运气当实力。项羽至死都认为天亡我，非战之罪。他始终没明白，不是老天要亡他，而是他一直在用偶然的成功经验去应对必然变化的世界。巨鹿的破釜沉舟是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、特定对手下的特定解法，他却把这个解法当成了万能钥匙。很多人用假努力骗人害己，他们囤积干货课程，参加各种饭局，追逐人云亦云的风口，迷信有可以一步登天的捷径，这些都是在消耗你最宝贵的资源，时间和精力。醒醒吧，该换种活法了。真正的知识不仅要消化吸收，更重要的是实践验证。别再做知识的搬运工，把10本书读1遍，不如把1本书读10遍。把学到的知识点立即实践在生活里，用不上的都是信息垃圾。有人微信好友上千，酒桌上称兄道弟，真遇到困难时，能有几人相助？人脉的本质是价值交换，自己没本事，认识谁都没用。把混圈子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，等你强大了，人脉自然会来。减少浪费时间的无效社交，不留情面的拒绝可有可无的饭局。记住，你的时间、精力、情感都是有限的生命，要用在更重要的人和事上。真正的朋友都不在酒桌上虚情假意，他们只在你成长的路上。还有人永远都在追着人云亦云的风口跑，最终只会是投机逐利的接盘侠。任何行业都有周期，离资源最近的大神才有可能接住风口的红利。等消息传到我们这样普通人，往往已是尾声。与其追风口，不如深耕一个领域，沉下心慢慢来，反而比较快。想速成走捷径，想一夜暴富，可这世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。成功需要用时间积累，3年入行，5年懂行，10年称王，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清醒的认知最宝贵，保持独立思考，不盲从权威，不轻信神话，建立自己的决策系统，用逻辑代替情绪，用数据代替感觉。记住，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，
你相信的，可能只是你愿意相信的。你说呢？看懂了点赞。希望本期内容对你有用，欢迎订阅，更多分享。下期再见。